比特币要突破前高还是假突破呢？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到比特币价格在刚刚出现了非常猛烈的变化，上下来回有$3000的距离。我们可以先从有没有突破原本的震荡区间，有没有突破原本的趋势来说明。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刚刚的拉升呢，我们已经近期没有来到这么大的、这么高的这个价位。那我们刚刚有没有突破重要的区间呢？我们可以先来观察一下啊。我们在过去呢，我们一直强调这个下跌的通道。那我们刚刚其实已经很明确的来触碰了我们通道的上边界了。那趋势线啊，其实它有非常非常多种画法。其实趋势线它也是一个稍微模糊一点的概念啊。它当然有很多种画法，比如说，如果我们这样画的话，我们取实体部分啊，其实刚刚呢已经稍微的突破了一点点，对吧？那如果我们取针尖的话，那好像是不知道是破没有破。那其实趋势线呢有一个最严苛的画法，就是我们可以把射线打开，把射线打开，并且呢我们把磁铁打开，磁铁我们直接开最强的这个，然后呢我们把针尖跟针尖连在一起。如果说我们连针尖都被突破了，那我们就绝对是突破了。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其实刚刚真的不偏不倚我们连的都是针尖我们刚刚不偏不倚，刚好非常非常完美的直接触碰在了趋势线的上面，很完美的碰到趋势线你可以观察到。不过我们刚刚很有可能只是对前高的一次试探我们可以把这个级别呢稍微缩小一点点我们刚刚其实没错，对于多头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坏消息，因为我们毕竟做了在重要的位置做了假的突破、假的冲刺。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在刚刚是突破了前高点之后才开始加速的。这个前高点的位置如果我们很精确来说的话，它是在66550。我们来稍微标示一下因为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的关键，66550。那我们在前几天，我们在15号的时候呢，我们创出来的高点是并没有碰到66550的，我们只有碰到66500还差$50，但是差$50呢就是没有碰到所以当时是没有引发我们刚刚的效应的。然后我们刚刚的往上的插针呢，它是在突破的前高，因为突破前高呢，其实会凝聚非常多人，比如说有很多人他会把止损点就放在前高的这种位置，他如果想去把握这波空头的话，那我们如果突破了前高点就会触及他们的止损区间那也会有很多人想要做突破单的人呢，在突破前高点的时候追进去，就导致刚刚的这种插针行情。不过就以结果来说，刚刚的测试呢，结果是不好的。我们不代表说我们没有机会就在这一次就直接突破但我认为这个几率呢就会再更降低一点因为如果说我们会走一个最终突破这个震荡区间，还有突破我们下跌的通道上边界的话，通常我们是会在第一次的时候就会突破。这种突破最好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因为我们往上突破、往上冲刺的时候呢，是需要多头的力量的。那刚刚算是一个失败的突破那我们可以再把级别切小到1小时，你可以看到我们是走出了吞没，对吧？我们的实体部分呢给完全的包裹，然后我们的量能它也是完全的包裹。像我们在一段行情的最顶部触及到最顶部的位置出现这种 K 线，它其实是非常看空的 K 线非常看空的 K 线，但是不代表说我们就没有再测试的机会了。那如果说我们这次的调整我们直接回到了我们原本突破的这个区间之下，回到64000之下的话，那我认为我们这一波上涨它就是完全告吹了现在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的，但是多头它在这次就突破的可能性呢又降低了一些。那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你只要点开我随便一支影片，然后看到下方的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送你$500的仓位，这真的非常非常优惠。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科比头战队。我们在今天影片的最后呢，我们会抽出加入战队然后获得抽奖的朋友，每人可以获得$25，我们每天会抽取4份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昨天的 ETF 流入。昨天的 ETF 流入呢，创下了4个多月以来的新高我们来观察我们10月14号的时候，我们流入了5亿55500万大家可能对这样子的流入量是如果你没有做比较，可能会比较没有概念但是我可以跟大家报告，我们在暴涨巅峰的时期呢，流入量就差不多是5亿到8亿左右。所以其实我们这样的流入量已经是恢复到巅峰时期了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从过去从 ETF 上市的第一天1月11号到现在以来的每一天的流入在0轴上方
绿色柱子就是流入，零轴下方红色柱子就是流出。那么白色线呢，就是总的流入，橘色线是比特币的价格。你可以看到啊，我们昨天是流入了5亿5500万，那我们上一次要流入这么多啊，我们要回溯到6月4号。我们在6月4号以后呢，我们就再也没有流出这么大的量能啊，所以这是我们这4个月以来啊最大的流入。那我们当时在上涨的时候，我们是走连续流入嘛？我们要回顾到我们当时在2月中一直到3月初的行情的。我们当时在疯狂上涨，就是从38000一直到74000的这一波呢，我们每天的流入量它大概都在6亿，一直到最高大概10亿左右6亿到10亿左右这样子的流入量那我们5亿呢，其实也是回到了这样子的水准。所以昨天的流入量呢是非常非常强劲的尤其在我们整个震荡的区间来说。那我们之前也有谈到过我们不要看到有一天很大的流入量，我们就被多头完全冲昏了。如果说我们没有连续大量的流入呢，那其实只有一天的流入是没有用的如果说只有一天它的流入量很大的话呢，我们反而会创造出一个阶段性的高点像比如说我们当时在3月12号还有6月4号，我们来回顾一下这2天吧。确实我们如果冲刺失败突破失败的话，这其实反而对于空头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比如说我们当时呢在3月12号对不对3月12号我们就创出了阶段的高点嘛。还有当时在6月4号6月4号我们也是阶段性的高点我们在这2天呢，我们都是流入量的巅峰。如果我们的流入量创下了巅峰但不持续的话，我们就会创造出行情的阶段性的高点，也就是往后呢还会有一段回调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前面的几个冲刺的例子还有7月22跟9月27。7月22我们来看一下7月22在这里，还有9、27在这里，你可以看到都是阶段性的高点。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统整一下我们流入要产生这种连续的上涨趋势的上涨，我们必须要有连续的大量的流入。如果说我们只有一天有很大的流入，那它就会产生阶段性的高点而不会让我们的行情继续冲刺。我们从复盘都可以看到这样子的统整结论。那我认为现在呢其实也是适用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数据这个数据是指持仓量。我们刚刚看完了现货 ETF 的流入嘛，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期货。这个图表呢，它包含了各个交易所的每一个比特币的交易对，那我们就看它的 open interest， 也就是持仓量那持仓量它其实是相对应的，当多单有一张多单的时候，一定有一张空单，有多少多单就有多少空单但是他们的本金会不一样，他们的杠杆会不一样等等的。那我们来观察一下当双方下注越多呢，那持仓量就会上升。那持仓量就是用紫色线表示的，比特币的价格呢是用白色线来表示的。你可以发现我们在过往呢，如果说我们的持仓量来到了阶段性的高点的话，比特币的价格也会来到阶段性的高点。其实持仓量上升呢，就代表说我们发生大行情的几率会增加因为毕竟双方有下注了嘛，对吧？你可以看到我们当时在6月4号的时候，我们的持仓量也来到阶段性的高点，然后比特币的价格也来到阶段性的高点。那我们当时在7月27号的时候呢，持仓量还有价格都来到阶段性的高点那当然我们在74000的时候也少不了持仓量还有价格都来到阶段性的高点。这可以表示呢，当我们冲刺到很有可能会突破前高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大家双方多空双方都会疯狂的下注。那重点来了，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用数据来决定它突破的几率呢？很简单，如果说我们的价格在持续运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持仓量它继续突破前高，继续创出新高，继续往上走的话，那我们顺利突破的几率就是很高的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价格往前面拉一点点我们当时在突破49000、48000的区间的时候，当时就是持仓量随着价格呢疯狂的上涨，那这样我们就能产生有效而且是很疯狂的突破。那如果说我们的持仓量呢在创造高点之后就开始下降了，那就代表说是有一方它开始平仓了，对吧？开始平仓了之后，那其实我们这整个趋势呢它就会整个消减下来，那我们所创出来的高点就会形成我们阶段性的高点。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以太坊。以太坊的话呢
它走的是比比特币要来的更弱势一些的，不过它还是按照我们之前所画的趋势线在走的，它刚好来触摸了趋势线的上缘。那它目前还在收敛当中啊，它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我认为接下来几天非常的关键哦，就接下来一个礼拜啊，这一个礼拜如果说我们第4季度会产生多头行情的话，我们在接下来的一个礼拜一定会见真章。那如果我们第4季度接下来我们10月的这个中旬，我们都没有产生一个好的起涨点，一个好的突破口的话，行情的突破口、突破震荡的话，那么我们很有可能真正行情要爆发呢，就要等到明年初了，那就会是一段很长时间的震荡，又是一段很长时间的震荡。那最后我们来抽出加入战队，然后可以获得奖金的朋友吧。好，那我们点开。如果说你要加入战队的话，很简单的，你只要点开，然后登录你的账号加入，其实就可以了。那我们来看哦，现在有237个朋友嘛，那我们就从1到237，从1到237，OK， 我们抽出4个朋友，这4个朋友呢，每个人可以获得25美金。好，那你直接寄信到我们的 email， 然后把你的账号的截图截给我们，来确认是你，这样就可以拿到奖金了。好，我们来看哦，4333，好，4333，我们来看一下哦，43，好，33是这个 YUL， 哦，33，然后43是这个 MHL，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哦，192跟228，哦，192，看一下哦，哇，那很后面啊。228是 ABC 哦 ，ABC 哦，192看一下哦，192是 AAA 哦，这几位朋友呢，欢迎寄信到我们的信箱，然后还有你的账号截图，我们就会把现金发给你。对，非常感谢。当然拿到可以直接提币走，这是没有问题的。好，非常感谢各位。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